提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就是说跟大家简单提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选择裂解液的 pH 值，这个 pH 值的话，其实过高或过低，大家都知道会影响我们蛋白的这个性质嘛，就可能会使它变性析出啊这一类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选择这个生理状态下 pH 值的缓冲液，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Trace 缓冲液或者是 PBS 缓冲液，它的这个pH 值的话大概就是7点几，然后最高的话可能就是到不超过8.0这个样子，所以这个 pH 值大家一定要合适。另外跟大家着重强调的是第二点，就是盐离子浓度。首先我们在上样的时候，不同的甬道基本上上的都是不同的样本，当然重复的是排除在外哈。不同的甬道的话，上不同的样本，我们这个时候要保证，就是说不同的样本的盐离子浓度尽力可能的保持一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果说你每一个甬道里面的样本，然后盐离子浓度差别很大的话，你再去跑电泳的过程中，它在往下移动的过程中，那个高盐甬道的样本，它的颠倒率是会增加，然后影响它蛋白的迁移。那在跑的过程中，它就会往两边去挤压、去扩散。那这种的话，你就会跑出来什么样的甬道呢？就是有的窄，然后有的宽。那这个宽的话，就是盐离子浓度比较高的这个甬道，然后它往两边去挤压这个正常盐离子浓度或者盐离子浓度比较低的这个甬道，然后就会出现有的宽、有的窄这种。那如果说你每一个样本的盐离子浓度都很高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你每个甬道往下跑的时候，它颠倒率都增加，然后都往两边去挤压，那你就跑出来什么？就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所有的甬道都越来越宽。那这种条带，所以我们的不同样本的盐离子浓度要尽可能的保持一致，而且盐离子浓度也不能太高。那大概在什么范围呢？也就是说50毫摩尔每升到100毫摩尔每升，或者是不超过150毫摩尔每升。如果再大的话，那可能盐离子浓度就有点偏高了。那这个时候你要采取一些方法去给它去盐。那哪些方法呢？那大概就是透析、脱盐、浓缩、沉淀，或者是跑电泳的时候先低压跑个10分钟，然后把那个盐离子浓度跑出去，然后再转变成高压去分离蛋白。那就这几种方法。另外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高盐，如果说盐离子浓度比较高的话，除了跑出来越来越宽的条带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导致哪个情况？就所有的甬道就是都跑了越来越宽，都往两边去挤压的话，就可能会跑出来就手拉手的条带，就所有的条带可能都挤压成一条线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盐离子浓度太高的话，也可能会导致就是你跑的时候这个甬道局部电流过大，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笑脸的这种条带。那出现小笑脸的这种条带的其中原因之一，就可能是你样本就是所在的缓冲液里面的盐离子浓度太高导致的哈，这是其中原因之一。所以这个的话，就刚刚讲的，你盐离子浓度不要太高，50毫摩尔每升到100毫摩尔每升，或者不超过150毫摩尔每升这个样子哈。另外就是说，根据蛋白定位选择合适的裂解液，其实刚刚在裂解液那块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哈。另外就是说，我们的样本就是为了充分使我们的样本为了充分使我们的目的蛋白达到释放，然后又使我们的目的蛋白不被降解的话，我们在裂解的时候，就提蛋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首先，我们收集的样本是不是新鲜的？它的新鲜度有多少？就是你去裂解蛋白的样本，要尽可能的新鲜。如果说你实在是没有新鲜的样本，你去拿这个保存的样本的话，保存时间不要超过1周。一般情况下1-2天、2-3天，不要超过1周，最长都不要超过半个月。那你保存时间再久的这种样本哈，基本上就不是很建议大家再去做了哈。当然也有做的，也有做出来的，这个情况不排除。那如果说你的目的蛋白就是稳定性再不好的话，那这种情况的话，你保存时间越长的样本，它做出来的可能性会越低的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裂解的过程中，就是说样本要尽可能的新鲜，然后在裂解的过程中要保持低温，这个一定要低温哈，这个就防止我们的蛋白降解。然后在裂解前几分钟要加蛋白酶抑制剂，这个都知道哈。裂解的时间也就是10到15分钟，然后或者是冰上半个小时。裂解完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变性的话就是分装保存。
保存的样本一定要分装哈，分装保存，尽量避免样本多次反复动溶来降低它的这个降解的概率哈。这个的话就跟大家讲了哈，在裂解的过程中，我首先要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哈，我的样本的新鲜度是怎么样子的？我在裂解的时候有没有前几分钟加蛋白酶抑制剂、加磷酸酶抑制剂？然后我的这个裂解的过程中有没有低温？我裂解的时间有没有充足？我裂解之后我有没有分装保存？就这几点的话，我们一定要在脑子里面过一下哈。磷酸化蛋白一定要尽量避免多次反复动溶。另外磷酸化蛋白的样本度一定要新鲜哈。另外在裂解前几分钟一定不要忘了加磷酸酶抑制剂哈。蛋白样本的粘稠度其实就是裂解能力比较强的那个裂解液的话，可能会释放一些基因组复合物。那这个该怎么样去处理的话，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得到哈。其他的话其实注意事项都比较简单了，跟大家着重强调最后一点哈，就是我们的样本要防止我们的样本出现污染哈。这个的话就是说要分装保存，分装保存的话。其实要尽量避免，分装保存的原因之一的话，就是要尽量避免多次反复动溶，然后去增加样本降解的可能。那么分装保存的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防止我们的蛋白样本不断的拿出来，然后导致这个样本发生这个污染哈。样本污染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的，要不然就是测不出来条带，要不然就是很多背景杂带。